这风肯定是超过5级的。Oh my gosh！ 但还是可以飞。对啊，啊，不错哦。Yo，what's up，配对，我是刘佩 Pierre。我们今天要开箱 DJI 最新的空拍机 DJI Mini 2。这个是畅飞套装。我之前其实从来没有用过第一代的 Mini 包装，应该不用。三分球 ，OK， 这个他们的包包开起来，包包就直接可以看到空拍机，超级小，螺旋桨这么小，真的可以飞吗？我们先放旁边。遥控器的话呢，它很像 Mavic Air 2的遥控器，我蛮喜欢这个版本，因为这个遥控器上面放手机，这个应该是说明书，这里有可爱的螺旋桨。总共有6个螺旋桨，这个是遥控器的 joystick。哦，这是 screwdriver，what the heck？ 哦。你需要 screwdriver 这个东西来把螺旋桨换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它跟着这些配件，一个豆腐头，这个是 iPhone 没有的啊。当然这些是 USB-C 到 Mini 跟 USB-C 给这个遥控器的，这个线是 USB 到 USB-C。哦 ，Mini 的电池这么小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充电器这个东西可以放3个，真的是也是超级小，这个真的很方便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趁这个时间，我觉得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之前的空拍机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我全部拥有的空拍机。第一个，这个是 Mavic Pro， 这个是我第一台，好像2017年的时候，但是一直觉得它有一点太大。2018年的时候就是 Mavic Air 第一代，比 Mavic Pro 小很多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设计我蛮喜欢的。那这个就是 Mavic Pro 2， 虽然它可能那个 size 一样的，而且它重量好像也差不多，但是它这个画面真是好很多，因为它里面相机是1寸的。再来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用的就是 Mavic Air 2， 那他们这个设计就变成很像Mavic Pro 跟 Mavic Pro 2第2代的这个，就离开这个设计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设计，但我觉得它可能是有原因啊，可能这个感觉就会比较稳定吧。现在就是这个可爱的 Mavic Mini 2。OK， 这是这样拿出来的，这是为了保护这个螺旋桨。那开启的时候呢，好可爱，超级小，但是它里面是蛮厉害的哦。Mavic Mini 2， 它电池是要直接开启这个口才可以放进去的，全部开起来。其实 Mini 跟 Mavic Air 第一代这个 size 比较接近，但是它真的是轻很多，这个才249公克。好，所以超级多空拍。我们今天想要测试 Mini 2， 但是到底它画面好不好看，好不好用呢？我们去找个朋友吧。当然，你们也知道，只要是拍任何空拍机，一定要找这位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！你看，好久不见的咸鱼爸耶！我们上次见就是 Mavic Air 2嘛，对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咸鱼爸会教我用这个独轮车。我只要把这个放下。其实今天有一点小骗你吧？是，对 ，Mini。我又给他惊喜了。对，我知道明天发表了。对，其实今天不是来学这个，只是想要找一个借口。我们直接去你办公室好了，这个那里面。所以算是有成功的惊喜吗？Yeah， 好，那我觉得现在可以跟咸鱼爸看一下一些更新的部分。那因为你有飞过 Mini 第一代，对，我是没有飞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更新。但现在是从4公里变成到10公里了，那个信号的距离。以前为了飞4公里我们还要去改频段，遥控相关的地方有个手动跟自动，我们要故意选手动，然后再选157频段，才勉强在台北地区可以勉强飞超过1公里，至少是比较稳定。然后它是系统就是 OcuSync 2.0， 所以你刚刚说可能会跟那个 Smart Controller 嘛，是这个吗？对，可能可以用到这个，但是因为还没有更新，对，所以我认为它一定会更新，因为用同一颗遥控器。对，最长飞行时间从30分钟变成31分钟。像我的飞行习惯，我大概飞50%，我就会准备回来换电池，以防万一嘛，是吗 ？OK。所以那个30-31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就没差。50%，我都是到可能10%，我就 OK 好，可以飞回来了。那太少，万一会有一种状况，你遇到逆风，可能就会飞不回来。尤其像你都喜欢去景点，对，万一悬崖一边上去英国那根本就回不来了。而且再加上这次 mini 又小。
对，它比较容易被风影响。对，但是像这个，它是说从抗风的等级从4级变成5级，这多1级真的有影响那么多？我觉得有啊。像我曾经 mini 在渔人码头飞过，以前还可以飞的时候，那风很大哦。它虽然限4级，我觉得当时的风超过，可是我还是能够飞回来。所以它如果现在更高的话，那更好了，更好。对，这里说最大飞行的速度是每秒16公尺，对，最大起飞高度可以到4000米，所以你去爬玉山的时候就可以飞。对，我觉得这 mini 对喜欢爬山的人其实蛮好的，因为它体积很小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因为我有点忘记，而且可能观众可能也还不知道，但是为什么要249公克？他们就不直接250公克？你如果是 mini 2，你就可以不需要去登记，你直接买直接飞。对。可是现在250克以上在台湾的话是要去登记。OK。但是虽然不用登记，它还是受限于当地的飞行法规。对。例如说台湾是有红区、绿区跟黄区。对。同样的，你在这些区域里面，你还是要遵守。我觉得待会就可以出去立刻飞，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新功能。因为我不知道 mini 第1代它有那种 quick shot 吗？就是自动飞或者跟着 follow 那种有吗？有，但是没有小行星。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小行星，我也不确定。其实我觉得最棒就是小行星，然后再来就是跟随。如果有跟随，但是这次是肯定是没有。是吗？对啊，因为它没有避障啊。对啊，它唯一有的就是下面的。下面主要是为了起飞降落。但是 App 下载好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试试看如何。OK， 那我觉得可以出去试一下。哦，在这里哦。对。哦，好啊。可以吗？因为这飞上去的画面蛮漂亮。好。刚刚我有稍微飞一下，还不错，因为我们是习惯用什么Air 2啊或者 Pro 啊，所以这个对比来说会比较小，然后你可能想要控制的那个范围，对我来说我会想要更多。但是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一个玩具。我觉得操控不错不错对不对？对。那跟第1代比的话呢？至少我不用担心画面会图传会断。我觉得飞起来蛮顺的。这个风真的超级大。但是没问题。这个我们待会看一下到底有多强。那你觉得有超过5级吗？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啦。这风肯定是超过5级的。Oh my god！ 但还是可以飞。对啊，不错哦。如果 Smart Control 还有支援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旅拍，这样就够了。这样就很够，其实4K 24真的很够。对，我们刚刚想要稍微看然后现在这个风很快，42。一般来讲，大概10几就已经5级风了啊。所以这个应该就很高，所以很高速啊。但是因为这有高度，越高越我们刚刚飞得蛮低的啦，都大概20-30公尺。但你看它 wind 对19也超过5级，很快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只有今天可以测，对，所以有点赶，它刚才很冒险，但是还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还不错，那比我想象的更好。对，那大致上来说，你飞的感觉有什么感想吗？我以前 mini 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很好飞，但是它就是有一个缺点是，有时候飞一飞你会觉得图传会有点像杂讯那样子，然后很不安心，是吧？对，那因为现在是限300公尺啊，以前是比较会飞比较远，所以每次飞到例如说以我们这边，我大概飞600就过不去了。飞空拍机就是稳定很重要，你再飞一飞，万一又忽然之间你讯号不清楚，你就会担心，对，不敢飞远。像你习惯用 Sport 模式，我以前比较少，可我刚才试着用 Sport 模式飞。我觉得也 OK 而且那个速度刚刚好。对，因为我们飞大台飞习惯了嘛，那 mini 把它切到Sport模式，也蛮好的。那像今天风大嘛，操控也我觉得蛮顺，飞回来都很安全。对啊。好，然后画质就是后置再调。对，后置再看。那我可能要回去稍微整理一下画面，然后回去跟你们仔细看一下。但一定要感谢咸鱼爸，谢谢。客气。每次有空拍当然要找你。对，当然开心。对。那希望下次
如果又出了什么空拍，我就直接来找你，期待看看，再看看。谢谢一爸，好，大家一定要订阅哦。谢谢，谢谢。OK， 回去看一下画面。好，配对，我们回来看看这些画面，我觉得说实话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。你们刚刚应该也是有看到一个小小的 montage， 其实它档案是蛮大的，这个是 4K 24格，然后它的 megabits 是100，所以它应该是有办法至少一点点的调色，但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log format， 所以我们就是用全部是自动的。那自动的时候呢，你们也可以看到它的 auto exposure， 也可以看到它全部的一键短片。那今天飞了 DJI Mini 2， 感想就是我没有想到它会表现得那么好。在 Mini 2， 因为它本身就是比较小，像今天的大风，它就会更容易影响我们这个相机。我觉得在理想光的时候，它的画面真的是非常不错，但是到了有一点点暗的部分，它就会比较多杂讯。所以像如果你看那些树啊，或者绿色的地方、草地的地方，那边就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杂讯。那我们今天也有测试照片的功能，所以 DJI Mini 2有支持全景拍照的功能。我们先看看这个球形全景，再来就是我们也有用这个180度，因为好像它后面有处理一些东西，太阳是在后面，所以其实是背光的。如果我们看原本的那个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脸就比较暗。这个就是普通拍照的功能。价钱的话 ，Mini 2单机新台币13800，然后套装是18000，多4200块就会多2颗电池，还有那个充的电池的部分。我觉得套装的也还不错。我们今天测试 Mini 2，到底 DJI Mini 2适合谁呢？我觉得如果你们是初学者，还没有空拍机的话呢，这个是非常棒的第一台空拍机。另外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是YouTuber， 然后想要有一个空拍的这种画面，但是不想要用太多钱来买可能 Air 2，因为 Air 2要22000的话呢，这个也是很不错，因为才13800。另外，咸鱼爸也有说，这个其实也是很适合想要登山的朋友们，因为平常带着背包可能不想要背着太重的东西，其实 DJI Mini 2很适合，因为很轻。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249克，不用担心说一定要注册，尤其是想要出国必须要提前注册，其实这个就不用，这一方面也是非常方便。那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像今天我们捕捉的画面，它其实对 YouTube 来说是非常好用，那更何况什么 IG、FB 一定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还是习惯用 Air 2，因为它有更多功能我是喜欢的，像是 HDR 的功能，还有更多 manual options， 这样的话我们调色也是可以更好。但是如果今天我出国，我一定会带我这个 Smart Controller， 一定会带 Air 2， 然后反正这个那么轻了，我觉得顺便也可以带 Mini 2。万一我来不及注册在某一个国家，那至少我有它，我可以临时这样拍。那如果空拍机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呢 ，DJI 还有推出一个 DJI Care。详细内容都在资讯栏。以上是我们今天简单的 DJI Mini 2开箱简单的评测。最后一定要感谢现创提早给我们测试这台新的 Mini 2空拍机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个喜欢，更喜欢就分享。也想问一下所有配对，你们有在飞空拍吗？如果有飞的话呢，你们比较喜欢什么？觉得适合哪一台？你最棒！记得按铃铛，顺便带 Mavic。不是 Mavic， 我一直讲要不是